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机器人绝活哥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它是辅助嘞？不，它不是，它可以上单、中单玩法。它这个绝活哥呢是玩中单机器人和上单机器人的。像它的玩法的话，就偏带节奏的那种，中路不掉点，然后去压制对方。符文的话是带冰霜，再加3绿。像这种的话，他选这个的话，队友是如果队友不是有输出那种，千万不要这样子选。但这里面他是5排嘛，5排的话无所谓啦，就是偏节奏型。像他这里面跟乌鸦打还是蛮吃亏的。有一个极限闪现，哦，他这里不是5排，这里可惜兵线进塔了，不然的话没有小兵，倒是可以通过利用防御塔进行一个塔杀，但这里面狼人也赚了，因为狼人是狼人吃到头，机器人吃不吃头无所谓。他只需要保证自己中路稳住线，然后守住这个中路一塔，保证视野，然后跟着打野去游走，去支援队友就完全没问题。这一局的话就是至尊王者局。王者局的那个113颗星的一个对局，这里线上是没什么优势的，对面也没有说太大优势，因为他对线机器人他也没招，如果太激进又可能打野会过来，这样的拖节奏反倒是机器人最愿意看到的。这里不让他吃炮车稳经验，那没办法。这里做了水银鞋的话，线上就没那么痛苦了。像装备的话，第一件选择做神分，保证自己的团战续航，还有一个伤害的，对吧？衔接100%的伤害。那神分的话，触发技能效果它是100%伤害嘛。哦，下路被对面打野抓了。出了水银以后，对面也打不动机器人。这里对面回家的空档的话，就可以去游一下。找机会 ，W 命中，看勾回来，这里找到一次机会，双勾，哇，那对面射手好难受。没蓝，必须得往后退，对面打野过来了。就玩这些玩英雄联盟一定要有想象力，虽然说哈，
是那个设计师教你如何玩游戏，一代版本一代神嘛。但你抛除一些版本，你肯定会被ban掉一些版本强势的英雄的情况下，那你有一些英雄克制啊，或者说有一些玩法，你思路也要打开。特别是现在年轻人，是吧？反应力快，然后00后啊或者05后的那样年轻人，哦，这里一个超远的 Q 闪勾掉对面的射手，这里下路要开始大乱战了，配合打野还有射手的输出，对面还没有做制裁，这种情况下，在一个勾把打野勾回来，完成了一个0换4，这就已经打出节奏了。就其实每个路就是英雄联盟这个游戏操作是有得看操作的，就是反应啊那些灵活的走位啊，还有就是你那种节奏的把控啊，但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个思考的脑子，你要去思考这个游戏的一个走向，还有一些这里的话让射手去中路，保证中路一塔不会掉嘛，然后这里就直接来拿龙，然后看看往上面靠，让上单去断对面后路，看有没有机会啊，但跑掉了。中路开起来了，对面的辅助先开的，这里勾过来打一套，这里不要太着急放大招，因为机器人有大招的情况下，它的平 A 都会带那个电击效果，所以有时候你的大招可以拿来打断像卡特啊这种持续性的大招的。这里天使的话没有大招哦，有大招，但也有大招也跑不掉了，4个人的围剿，5个人的围剿，哈哈。这里上来，但对面躲在小兵后面。这种2个肉顶在前面，射手的话很舒服。这个闪现没有太多的用处。有女警这种手长的，一直这样子作为输出位，躲在2个肉后面，算是双辅助了这样子的玩法。C 位会很舒服。中路一塔的话是保不住了，对面有先锋的话，再出来选择第2回合的开团，看看能不能抓到对面。这里的话，诺手绕后抓到对面辅助，直接激活秒掉。这里面队友没有选射手，没有出那个小制裁，那待会的话得补一件小的那个反甲。这里勾中对面的 C 位，目标要明确。射手的话打不到打不到对面 C 位，没办法，必须得 A 近战。这里挡在队友面前，没蓝了。机器人最怕这种尴尬的时间段，没有蓝。
必须得往后退，不然让天使捡起人头的话比较麻烦。必须得卖了。机器人往打野那边跑，诺手也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血怒攒满以后直接劈，可惜空大了。像这种拉扯的话，阵容拉扯的话，让对面阵容闪掉，也是玩英雄联盟很关键的一个技巧之一。像这种局的话，就是中单来干脏活累活，对于辅助来说其实很轻松的，他只需要保射手。勾下来，然后双勾戏耍对面打野，对面没有闪现的话，那就跑不掉了。再勾一个落下来，两个肉玄冥二老等于是。这里的话，一个人在打龙。看打野过来了，节奏上面还是蛮轻松的。而且机器人这样子的话，它的伤害其实不算高，但也还好。起码就是有个点，就是对面的正面团是团不过这边的，只有2个人保护射手。射手的输出位置只要是不是那种突进型射手，其实很舒服，只需要站 A 就行了。这里勾过来，就是他只需要在原地输出，人就会过来给他双勾，这种玩法。这里又勾中，控制，等下一波兵线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。欢迎大家收看咯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可以去玩一下。那这一期就到这了，拜拜。